好，再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行程。泽连斯基19号、20号接连2天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活动，呼吁西方支持乌克兰，并敦促他国勿与俄罗斯开展合作。接下来，他将前往华盛顿。美国白宫透露，泽连斯基将在白宫与拜登举行会晤，并且首次访问五角大楼，与美军方领导人会面。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联合国安理会20号召开有关乌克兰问题的高级别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俄罗斯杀害了至少数万名乌克兰国民，摧毁数百万人的家园，使他们沦为难民。他同时批评联合国框架给予俄罗斯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认为联合国无力解决俄乌冲突。Людство вже не покладає надій на ООН, коли йдеться про захист суверенних кордонів націй. Лідери світу шукають нові майданчики, альянси, які могли би зменшити катастрофічний обсяг проблем, які тут, у цих стінах. 泽连斯基的讲话遭到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边贾多次打断。在会议开始前，涅边贾就对泽连斯基比安理会理事国成员更早发言表示反对。对此，安理会轮值主席阿尔巴尼亚总统拉马表示，这是按安理会一贯惯例安排。有批评俄罗斯发动战争。You stop the war, and President Zelensky will not take the floor.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会上批评俄罗斯攻击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并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For over a year and a half, Russia has shredded the major tene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louted on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after another. 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指出，泽连斯基发表讲话后不久就离开了联合国安理会，大约1小时后，俄外长拉夫罗夫走进了会议大厅，因此外界此前预计的2人碰面场景并没有出现。拉夫罗夫在讲话中对西方提出了严厉指责。Сегодня в риторике наших оппонентов мы слышим только лозунги: вторжение, агрессия, аннексия. Ни слова о глубинных причинах проблем, о том, как долгие годы.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拉夫罗夫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拉夫罗夫还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泽连斯基签署有一项禁止谈判的法令，若是美国对谈判如此感兴趣，那么我认为下令废除泽连斯基的这项法令并不困难。在前一天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泽连斯基发表了15分钟的演讲，将矛头对准俄罗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泽连斯基在联大发表演讲时，敦促他国勿与俄罗斯开展合作，并宣称俄在施加核威胁时，还将能源和粮食问题武器化，并指控俄驱逐数万名乌克兰儿童是种族灭绝行为。他在联大的这个讲话呢，更多的是要获取国际社会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因此呢，他要更多的把这个问题扩大化，就是不只是要把这个问题集中在俄乌冲突上，让其他的国家这个意识到呢，这个俄乌冲突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事情。泽连斯基上述言论立即招来俄方炮轰。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称，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撒谎，讲述反俄恐怖故事。他说，泽连斯基试图说服那些对乌克兰失去兴趣的西方支持者，基辅正在为他们的民主标准和欧洲价值观而战，并且证明他有要求美国提供新财政和军事支持的理由。除了来自俄方针锋相对的回击，其他国家似乎对泽连斯基的演讲不太感冒。俄进步政治基金会主任邦达连科提到，泽连斯基在演讲时有半数领导人没有在场，这表明他们对这一军事冲突感到厌倦。德新社20号报道，许多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希望更多关注他们的问题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实际目标。反映出就是泽连斯基的他的很多的这个立场，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对问题的看法，可能很难得到广大的这种发展中国家认可啊，因为他可能在很多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呢是过于偏激，他无助于目前的这种冲突解决的这样一个态度。美国总统拜登同一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则不仅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还将俄乌冲突长期化归咎于俄罗斯。拜登指出，俄罗斯独自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只有俄罗斯有能力立即结束这场战争。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在演讲中称，俄罗斯要对这场战争负责，
俄罗斯总统可以随时用一道命令就结束这场战争。一方面呢，美国和西方他在不断的支持乌克兰，在这个往现在的这种火药桶里边在浇油啊，不断的在拱火。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要求这个俄罗斯付出西方认为俄罗斯应该负的责任。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一个悖论。参加完联合国活动后，泽连斯基将前往华盛顿。美国政治新闻网称，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当地时间20号透露，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1号早上将在美国国会山会见美议员，然后前往五角大楼，并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等其他高级军事领导人会见。据一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也将参与会面。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顺风访问华盛顿，进白宫。那您对此有何前瞻？泽连斯基他是在参加了联大会议以及安理会就俄乌危机特别会议之后，由纽约转往华盛顿的。那么这也是俄乌冲突爆发1年多以来，他第2次前往华盛顿进白宫。按照美国媒体提前公布的行程安排，那么泽连斯基在午间进到白宫之前，他呢先要去国会山和参众两院的领导人会谈，之后呢再进五角大楼见美军的高层。拜登就声称，他希望在与泽连斯基会见时能得到所谓的战场视角，也就是 battlefield perspective。言下之意就是要听取乌方所谓全面反攻的战果汇报。泽连斯基再上华府，他当然呢是要争取援助。他今天要见的防长奥斯汀和参联会主席米利，昨天已经在国会听证中放狠话了。如果美国对乌克兰的一揽子援助受阻的话，那么乌方军事供应链乃至战场上的态势不排除会发生大逆转。但是呢，泽连斯基他这一趟上华盛顿和上一次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的这个场景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国会山不会再给他演讲机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导人将会分别和他来会见。佛州共和党的众议员叫唐纳德，他甚至已经通过媒体来提前给泽连斯基下马威了。现在不是来华盛顿的一个好时候，唐纳德就强硬喊话，众议院现在没钱给乌克兰了。说白了，美国政府财赤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再援助乌克兰的话，那就是在烧美国未来，在烧美国人后代的钱。众院领袖麦卡锡他呢也公开质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所谓程序合法性的问题，美国花掉的钱有没有问责机制，乌方有没有取胜的规划？他强调这些恰恰是美国公众有权知道的。尤其泽连斯基刚刚是以反贪为名，将乌克兰防长以及他的副手们几乎是一锅端。那么要回答这样几个灵魂拷问，泽连斯基本人大概也真没有多少底气。事实上呢，从泽连斯基这次来美国在联大开会，包括和波兰这样的铁杆伙伴国都爆发了外交风波，那么这些在都证明战争疲劳症正在全面爆发，而且呢，它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我想这也意味着泽连斯基他的最新的华府行面对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